惊喜。惊吓？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躺下，躺下，躺下，干嘛呀？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这个老话说呀，子以父为贵。说爸爸就是一个农民，没本事，也没让你享受到富贵，但是你把父为子荣给罢了。当年你爷爷也以我在东北打拼为荣。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怎么说的？说老麻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3轮子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2个字，羡慕。是羡慕。那他们怎么说我的呀？说了，我听说你那里燕子姐呀，有一个什么群，他们在群里是咋说的？他们跟我学哈，说现在呀，老妈那个儿子在城里是大老板，消毒公司的名字叫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开着坦克满街转，旁边做个小秘书，兜里举个广告牌儿。没有秘书，男的女的？那是三娃子啊，3娃子啊，还说呢，说轮胎爆了打救援，打开车门这么一看，里面全是钱呐，这不胡扯？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坐哪儿 ？C 位，挺牛。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1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这有那么严重吗？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呐。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我晒太阳的时候，我怎么去占那个 C 位？你姑和你姑父怎么想？你那小伙伴怎么想？全村的男女老少怎么想？他们得老难过了是吧？他不是难过，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儿吗？这不就是吗？孙悟空会72变，爸身上就是有72张嘴，这事儿他说不清楚啊！哎呦，这老委屈你了。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你知道你这次回来给我添多大麻烦呢？赶紧回去吧，我还得去化解危机，我还得去公关，爸容易吗？为了啥？这张脸啊！听话，赶紧的。回去开车的时候，路上慢点，别着急。赶紧起来吧！哎呀，没救了，彻底没救了。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妈说：“你锻炼呢？我叫你呢。”妈说：“你在干嘛呢？锻炼呢？”哎，
马叔，我看见秦昊开车回来了。你看见他了？啊，那全村都看见了。啊，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秦昊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哎呀，你看你倒说话，急死我了。马叔，你要真的家里出什么大事儿哈，跟我说，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尽管能力有限，但是1、2万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大钱拿不出来，我精神上也是可以支持你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你倒说话呀，你快说话，急死我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看，出大事了吧？什么大事儿？啊？哎呀，急死我了！快说呀！我只跟你说啊，你别跟别人讲。哎，这你放心，我肯定不说。秦昊最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啊，是用咱们乌蒙山的41种那个野生的植物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消毒液啊。这个产品一推出，那家伙我跟你说供不应求啊，订单都订到明年去了。那这是大好事儿啊！你知道秦昊回来干什么来了吗？干什么？刚刚签了一笔小合同，200万。200万，那是小吗？那不把车胎都压爆了吗？爆都是没爆，这不回来给我送来了吗？定金啊，1万块钱啊，那也不少啊。这个孩子啊，哎呀，就是太孝顺，哎，一赚着钱了就得给我们分点儿。我和秦昊就说啊，以后你再赚着钱喽，不用再往家里送了，你给的钱我们都花不完，是不是？后来我就想啊，孩子在外头奔波也不容易，我说在家多住几天。你知道跟我说啥吗？说什么？父啊，母后，男儿志在四方，应以事业为重，恕而不孝。今日拜别，即刻启程。儿啊，千山万水，一路珍重，平身。你跟谁学的？电视啊！我也是古装戏。要说咱俩有共同语言的，干啥？看见你看那些人都往这看吗？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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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老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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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咱俩差着辈儿。你别老上去动手，别动我。刚才你占我便宜了，你还管我叫儿啊？哎，我刚才咱俩后边这一段，你别往你那个群上发呀。你放心，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我绝对。人知道了我就麻烦。你占我便宜吗？你不？谁占你便宜？你放心，哎，我这人品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保证不说。真的别说啊！你说了，大伙就都知道了。啊，不说。有情况，有情况啊！马清浩挣了500万，定金给他爸就是20万，太赚钱了，千万别往外说啊！这是我第一手资料。500万，500万得多少啊？这想象不出来。燕子姐，给我来点梅米酒。小勇，这是发大财了，不喝米酒，喝好酒了。我岳父过生日。岳父过生日，喝迎宾，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你客人啊？那是你亲人，是你岳父大人，要喝也得喝高点。来，给
给你推荐这个记忆里的味道，听我的，保你老丈人满意。行，那就拿2瓶这个。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老丈人满意了，高兴了，你老婆就高兴；你老婆高兴了，你这耳朵不就清净了？对，还是姐你厉害。那是的。来，这数。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哎，月亮，哎，你火了呀？哪样火了？人火了呀！你没看短视频啊？那现在全网都是你得奖的视频。而且网上说了，说月亮啊是神仙妹妹，歌美人更美。哎，你说姐，昌普哥和月亮是一个妈生的，这差距咋这么大呢？你们男人啊，看男人就看不出好来。要我看昌普就挺好看的。那你唐小勇跟人家昌普差距咱就怎么打嘞？对，姐，我和昌普哥的差距啊，就是你和月亮的差距。嘿，你这个鬼娃子！我和月亮的差距，月亮你晓得啊？没有没有，走走走走走。好吃吗？好吃，太香了。吃点面养养胃。昨天一回来就喝多了，别怪你爸说你啊。我不跟他搬这样。哎呀，慢慢吃，慢慢吃，锅里还有呢。妈，主要你做这个面太绝了。哎呦，那晚上啊，妈给你最爱吃的辣子鸡。好嘞。妈，你晓得乡愁是哪样不？哪样啊？就别人说啊，这妈妈做的饭菜是永远忘不了的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乡愁。哎呀，我儿子啊，进了城啊，就学会了耍嘴皮子。你还会哪样啊？还乡愁呢。妈愁哪样？晓得不？妈愁。赶紧娶个媳妇儿，让妈抱上宝贝孙子，妈就不愁了。妈，我这有点干，你能给我盛碗汤吗？好。谢谢燕子。哟，月亮，哎，这么早要去哪儿啊？这是？哦，我去山上。啊，那你们忙着。哎，拜拜。慢坐慢坐。哎，贵福啊，哎，你们两口子一大早这是要卖哪样哎？找哪样啊？下地干活，出门忘了装水，找你要点水。好，好，好。月亮又去看吴奶奶了哦。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这个月亮啊，人美，心更美，真是贤惠。你说月亮漂亮，你瞟我高那样啊？你又不丑，你心虚哪样？我心虚，你才心虚吧？哎呦，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真的嫁给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贵福嫂，你们家贵福这坨牛粪呐，想当年啊，太多的花想插上嘞。哎，燕子，这牛粪的，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你说嘞？啊？燕子，你说这个女人太漂亮了，是不是也不好啊？那怎么说呢？想当年姐也不比她差呀。哦，你最漂亮，你全村最漂亮哦。是。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对象都没有一个。哎呀，眼光太高了。不过也难怪，你看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非遗传承人，又拿那么多奖，你说咱们这一块谁还能配得上？是啊，那当年相亲的排队都排到商店门口了。看现在可倒好，再熬下去哦，成老姑娘了哦。要我说呀，他眼光就应该降一降。你看把棍叔他们给急的，就是那个马庆好哦，把人家姑娘说丢就丢，要不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还单身。你就少蛐蛐两句吧，少的是说三道四的。走，干活去。走。哦，我们家这头牛粪呢，本事不大，脾气也不小。走了，走了，走了，到，我给你看着走。慢点。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你说你把钱给了他，说是让把这房子给翻新一下，他放了3天的炮仗呢。你买车了，他到处给别人说呀，你的车比别人好。不是老麻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
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啊，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他前几天跟别人说呢，说你在城里呀要买大房子，也把我们接过去呢。这不纯吹牛呢吗？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啊就是为了这张老脸。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还没走啊？你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不是农家乐啊，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哎，就是安安静静可以让人好好睡一觉的地方。旅馆吗？什么旅馆吗？我拿图片给你看，真的高级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你看看，就这种。哎呦，你没事吧？没事。来，就这种特高级的，你看看，不会给你丢人的。看到没？高级的，不给你丢人。就这？对呀。杨皮包 ，police，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想不到，你知道吗？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民宿。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的很。不可能。爸，我跟你讲，它有可能外面嘛，它装修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它里边很讲究的呀。什么样的装修放什么样的床，那都是有讲究的。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席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可能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我陪你去啊，不用，免费。哎，我有车，我自己开车，我自己有腿儿，我自己去就行了。不是你干嘛呀？去呀！月亮，慢慢走，别着急。这么卷啊？这得花多少钱？先生您好，哎，你好。请问您有预定吗？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儿看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开业多久啊？我们是去年开业的。去年。嗯。你不是本地人吧？啊，我们的团队都是省城过来的。哦，建得挺好。啊，谢谢啊。
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哎，谢谢谢谢。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谢谢。您还可以在这个露天浴缸里面泡澡，放上喜欢的音乐，超级治愈。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是，这肯定舒适。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不贵，才不到2000块。啊？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难求啊！你看，这山里的天说变就变，那么远的路你就一个人去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说好了，等山里的果子熟了，我们2个人一起去的。熟了，熟了，那你尝尝啊。哎呀，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奶奶再不自己一个人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来，你尝尝，看甜不甜？来，尝尝，尝尝，尝尝，甜不甜？嗯，甜。嗯，哎，给姐姐吃，给哥吃，这不给你吃。怎么这样？说好了，下次我们2个人一起去。好。那你这雨啊，来得快，走得也快。为了让客人有一个轻松自在的交流环境，我们这里特意设计了一个兼具咖啡、阅读、洋酒、红酒、鸡尾酒的一个书吧。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哦，多肉啊！是的，每天有专门的人员来打理这些小花。您在这里白天可以闲坐看山景，晚上可以举杯邀明月。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那您需要预定吗？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啊？哦，其实我的家就在村子里。哦，没关系。那我可以加您一个好友吗？我叫刘英，是这里的经理。如果您有朋友来这里玩的话，可以带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好呀，我扫你，我扫你啊。好好好。哎，你们这儿服务态度也确实是没得说。应该的。那您随便看看，我先告辞。哎，好嘞，谢谢啊。哇，这民宿真好呀！月丹啊，知道你跟我学苗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16年了。村里人呢，都说你跟我学苗绣，耽误你了。又来了，耽误我什么了？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你开心，奶奶就开心。在你这儿啊，我就什么都不想。那就好。
风的水夕阳，唱一曲水夕阳，唱一曲水夕阳，唱一曲水夕阳。喂，你好。您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龚月亮女士吗？我是滚月亮，你是？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造假一方？我们秀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我们就是负责把您的作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呢进行营销和传播。我记得您好像和我们签署了这样的协议，您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哦，记得。请问，我想正式的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哪样是啊？这次跟月亮姐去城里，我本来以为能好好逛一逛呢，结果她非说城里没意思，催着催着就回来了。他呀，在花崩面前坐多久都行，在城里多待1分钟就难受。那也可以逛逛街，吃点好吃的，放松一下嘛。月亮姐可没你馋啊。那也可以去逛商场呀，我们看看商品，看看衣服，还能找找设计灵感。你们月亮姐的设计灵感都在这儿呢，哪还需要在外面找嘛？对吧，麻姑？你们月亮姐啊，可是得了吴奶奶的真传的。那你们说，月亮姐会不会同意去省城啊？难。要是叫我，我肯定去。我也去啊！再找一个城里的帅哥男朋友，是不是？小姐也找一个，给你也找一个。行了行了，你们呀，先学到你们月亮姐姐1成的手艺再说。别说你们啦，连我都必须得承认，在苗绣上，我可比不上月亮。你们看月亮的技法，又细腻又老道，在设计方面又有老一辈的传承，还有自己大胆的创新，怪不得人家能拿大奖呢。你们啊，加油吧，加油吧！我也是打心底里觉得月亮姐是真的很厉害。咱们村的刺绣奖，月亮姐可占了1半呢。刚才没听麻姑说吗？你们月亮姐呀，是得吴奶奶的绝技真传。你们知道为哪样？吴奶奶只收了月亮这1个徒弟。为什么？心静。对，还有一点，她特别能吃苦。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枢纽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侵权？嗯，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他们说，根据标准流程，以及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找我要了几款创新纹饰的设计稿和草图，正式转让给公司进行著作权登记保护，以防止被盗用。为此付了我定金和设计费2万块钱。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他们还说，不是针对我，
是对所有非遗项目的合作者。我们对这些条款都不太了解，他们说是帮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和传承非遗。他们说公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做登记和注册，我在获奖的过程中对公司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很冤枉。胡说八道，他们可真会找时间啊！我这刚出来学习，就找你把这个月给签了。哎，之前这个贾总啊，我看他对这个非遗挺上心的，怎么是这种人呢？反正那个贾总说话一套一套的，我就也没多想。他拿了一堆文件给我签，我想是不是签的越多，保障就越多。本来觉得他们挺正规的，却也没想到。哦，他们还说我设计的那些纹样，村里的绣娘都在绣，还要保留追究他们的权利，这可咋个办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嗯，行，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再说了，这件事情呢，我也有责任，是我把这个公司引荐给你的。哎呀，我本来觉得是件好事儿嘛，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那我是不是真的要赶紧回去筹钱呢？你还真准备赔给他们钱啊？那可千万不行啊！可我也不晓得咋个办嘛。你别着急，这不还有我呢吗？这样，回去啊，你把老绣品上的那些纹饰图案，包括你给贾总他们的这些纹饰图案，汇个总。我去咨询一下相关人士，看看他们给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好。哦，对了，这件事情啊，回去不要跟村里其他绣娘说，他们只能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你就等我的消息啊，别着急。行，我听你的。再密一点就行。很好啊。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轩宇老师，月亮老师，有什么事儿跟孩子们说吗？没有，我刚好要去上课，路过就情不自禁的过来看一下。哎，又给孩子们带好吃的了？嗯，那我得多吃一点了。我好酸啊！你们不酸吗？不酸。这是山里的野果子，孩子们经常吃，都习惯了。你再多吃几颗，你拿一点。哎呦，不用了，月亮老师，他们习惯，我可不习惯。你们好好学习吧。老师再见。再见。你们酸不酸？不酸。去玩吧。月亮，小心点，别摔了。还是那个月亮。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依然的那么美丽。是不是想献给？想。好。小罗哥，
马总，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咋就不能在这里？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对呀，咱俩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抽我，那也是一种缘分。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啊？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咋过捋嘛？岳亮老师，我刚好给你看样东西。我把上一次你们刺绣比赛上模特走秀的图片都截图下来了。你看，他们很多展示的东西都融入了咱们的苗绣元素。这个特别好。对，还有这一块。不是哥，我求你了，这样你先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俩的事情之后我单独请你吃饭，我们俩聊。再说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呀。是啊，在你那里可能过开了，但是在我这儿还没过开。那我该怎么跟你说？那就是个误会嘛。误不误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学校里不允许陌生人进看。我马金豪陌生人？以前不是，那现在是嘛？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上来。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月亮，你喊什么？月亮！哎呀，你不要喊嘛！月亮，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月亮是我。他不让我进去，月亮。你喊怎么喊？你喊。月亮，你不要影响同学。岳亮老师，你认识他？认识。月亮是我。你喊怎么喊？我回来了。月亮，你能出来一下吗？月亮，好不好嘛？月亮，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月亮，我回来了。有事吗？我们俩能不能聊聊？就在这儿说吧。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我方？要上课。哎，月亮。有点酸啊！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哎，月亮，月亮！哎呀，你这你干嘛？月亮！哎呀，我去，我快流氓了！月亮！非走不可吗？非走不可，不然我不开心。